welcome back to another episode. This is Shu, Sleep to Taiwan. Shu 华雷教到台湾。大家好，我是亲姑，我是雨洁。That's Teach Chit chat and learning Taiwanese Mandarin. Yeah. But today we're not really teaching. Yeah. Today Actually, is a special episode. Yeah, that's like chatting, right? Yeah. So since we've been like inactive for a while, we decided to do a special episode where we are just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we have been up to lately in life. So we can catch up with each other. Yes. All right. So who go first? Okay. 谁先？对，好，那我们现在改成中文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我们要来聊的时候，我跟老师偶尔聊的，我们会聊得太久，对，太开心了。今天就是决定不要做 live。对，每次跟雨洁聊天都很开心，然后就会聊很久，我们可以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好几个小时。没错，如果没有人说，我们时间太久咯，然后我们就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所以每次我们 live 的时候都会说，15分钟内教你哦，对，30分钟啊，1个小时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限制。没错，好。那我们开始，我觉得老师可以先开始，好不好？OK，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就是稍微聊聊我们两个人最近过得如何，一个近况的更新。OK， 那我先好。近况呢，就是说，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那就可以说是近况。好，那又不小心教起来了，但是。没关系，好的，一边聊一边讲。那我最近的话呢，其实比较算是在闭关。那闭关比较像是，我不知道雨洁有没有听过闭关这个词？没有，那是什么？闭关有点像是，有一些小说里面，他会讲到说，这些小说里面的人，他们有武功，有点像功夫的那种感觉，他们要变强。要变厉害的话，那他们就要闭关。那他们的闭关是真的可能关在一个山洞里面，或是关在一个别人没办法找到他、不可以打扰他的地方。那他就在闭关，然后在里面自己练功啊，然后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他出来的时候就会变强。对，对，我有看过那些，就是我有看过，我不记得本来是什么，可是我有看过很多漫画，就是那个。角色就会去闭关，然后之后回来，然后去找他敌人，然后打架，然后打赢。没错，这个就是闭关。对。但是我们现在大家也会用闭关这个，只是我们的闭关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只是说，你可能像我的话，我的闭关可能就是台湾人很喜欢用 Line 一个通讯软体，你可以传讯息的 Line。那我就可能Line 我就。不太看，我就几乎不看，也几乎不太回讯息。那老师，我觉得我们大概像，因为我最近我也想要开始闭关了，真的，对，我们刚刚好想的一样，因为我昨天我前天把我的 IG 弄掉，因为我感觉就是我考完试，我生活好乱哦，然后就是我在 IG，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就是一个很会去找，明明不是。我就是管太宽了，然后这不是我的事，所以人家就会放那些限制动态啊，然后我就会去回，然后就你在干嘛？然后这就聊起来了，然后这就聊很长，但是之后我就没有兴趣了，我就不想再跟他们继续聊了。可是我们明明我们在聊天的那个聊天室还有讯息，所以我就感觉太乱了，然后要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我会跟他们说，那叫他们从别的联络方法来跟我讲话。可是要是不重要就没关系，就算了。真的，我也跟雨洁一样，我也是，就是像 IG 我也没看，然后可能 Facebook 也很少看，也几乎没看，就。我连 po 文也都没有 po 文，就是像 IG 可能你有时候会 po 文什么的，我也都没有 po 文，我就整个人消失了。我是没有像雨洁把它关掉啦，把 IG 的那个账号关掉，但是我就整个人消失了。
别人就我没有把它找不到关掉，我。可是我把它删掉，因为我感觉删掉不是就是关掉吗？因为你可以关你的账号，然后你可以把 APP 删掉。你删掉的话，你可以回来你账号。所以雨杰说的删掉是把 APP 从你的手机里删掉。对我以为你是说把账号删掉，我想说好厉害，太超过了吧。很猛。我觉得我没有 IG 我不能活，因为我在 IG 就是在哥斯达黎加，要是你没有 WhatsApp，就是用 IG。真的WhatsApp 是像我们的 Line， 可是我觉得 WhatsApp 比较真实，是因为 WhatsApp 是有可能你在工作也会用到 WhatsApp 的，然后 IG 就是真的你们是朋友，你们才会加。原来是这样。对。可是我发现在台湾就是不同，因为你们也会用 Line，然后我好喜欢 Line， 因为 Line 有那些贴纸、贴图。对，贴图，我想要那些贴图，可是我们 IG 都没有。对，可是不好看。IG 的好处可能就是有那个叫什么GIF， 对，有动图。我比较喜欢贴图啦。对，我们贴图比较方便，可以制作啦，可是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Line 其实也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做自己的贴图，但是也是比较麻烦。真的。真的，我本来不知道可以自己做。可以，就是你可以像你知道那个贴图可以买吗？对，我有看过，我就是没有钱。对，然后我很想要用别的贴图。你可以自己做，没有钱，因为穷人。像是你买的那些贴图，就是他们做好之后上架到那个 Line 的那个他们的一个商店，那你也可以自己做就上架。只要他通过，你没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他基本上就让你通过。可能好像要1-2个礼拜还是1-2个月，我忘记了，很久以前看的。然后可以卖给人家吗？你可以卖，你也可以不用钱，你都可以，你可以自己设定。对，很棒，好厉害！为什么人家都不会卖免费的？免费的应该也有，好像也有，真的应该也有，因为我有看过有人是就是自己做贴图，然后就是给他的亲朋好友们来用他做的贴图的，我也有听过。我之前都不知道因为我都只看到那些大品牌做的，就是比如我看到 Line 跟小护士有做 collab， 就是他们一起合作啊，然后就有做出贴图或例如就是有什么 My Melody 啊 Hello Kitty 的贴图，我都有看到，可是他们都好贵。然后好像我听说在台湾你可以玩游戏赚钱，在 Line。真的或加拿大我不知道，或别的国家，可是在哥斯达黎加没有这个功能然后它是分地区开通功能的。对然后所以我就用很基本的 Line 朋友的贴图。没关系啦，我也是用那个免费的贴图。我只有2个贴图，那2个贴图也不是真的我的钱，那2个贴图比较像是它好像有那个什么 Line Point， 就好像类似说如果你可能绑卡，我在说的就是 Line Point。Line Point 对，就是可能你做一些事情，也许你是从他的什么 Line 商店买东西，或是你可能你把卡绑在他的 Line Pay 里面，然后刷卡，他有时候就会送你那个 Line Pay， 不是 Line Pay，Line Point， 对，然后你就可以用那个 Line Point 去买贴图。那个卡要连在什么上？就是他们 Line 有一个分开的卡嘛，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外面用的卡嘛。他 Line 有自己的卡。但是你也可以用一般的别人的卡，也可以，就绑在 Line Pay 上就可以了。就是 Line Pay 它就是说有点像是刷那个 QR code，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 B 的那个东西。像 Apple Pay 这样。对，只是说你可以自己里面去设定说，我在刷这个QR code 的时候，那我要扣哪一张卡的钱。可恶，我为什么没有这样设定？但我去台湾，我自然就有很多钱了。对，在我的 Line Points 好多，等雨杰来台湾，没错。对，我本来不知道，可惜，没关系的。我以后知道我会去做，要不然我自己去做我的，虽然很麻烦，因为我感觉 WhatsApp 也就是可以自己做啊，所以会很好笑，因为很多人就会去放名，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贴纸，对，或例如我照你的像，然后之后我把它变成一个贴纸，
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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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我们班上，嗯，对我们班上的群组啊，嗯，我的同学们都会，例如不高兴、不爽啊，听到明天要考试了，他们就会放一个老师的照片，然后用老师当贴图，很好笑，好好笑，对啊老师就变成迷因了，对对对，笑死，在我们班上的群组，老师们都是迷因，大家很幽默，对，可是老师们不能知道，有乱吵，老师知道就对生气，老师，我感觉我们又离到我们的那个学校。那我们现在来讲到下一题了，是还有在关闭时间做什么？闭关，闭关。哦，闭关，对，闭关。关闭是对。雨杰是想要闭关嘛？最近想闭关，我是已经跟正在闭关。对，那我的话呢？闭关了吗？还是什么？快要完了吗？还是我其实没有设定时间欸。我只是觉得就是感到爽的时候对，就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太在意这些社群媒体，就是什么 IG 或是 Line，然后对，其实那些讯息啊，你传讯息什么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或是你回人家的现实动态，那个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对，我只觉得我接触太多这些东西，我有时候就是想要远离这些东西，我就是对，所以就会闭关一下。所以我其实还没有想到说什么时候要结束。好，对，可能看情况吧。好，那我最近闭关呢，在做的事情主要就是2件事情。第一个呢，刚开始闭关的时候，我是在写小说的。对，然后最近的话呢，因为我开始下定决心了，我就下定决心，我本来就一直很想要做自己的游戏，所以呢，我就下定决心说我要开始来自学一个游戏引擎，一个 game engine。对，哇，老师做好多事哦。没有，才一点点，因为他其实都没有真的完成。他可能就是假设说我写小说好了，假设我随便举例，也许写10万字是完成，但是我可能只写了3-4万字，就是还没有到真的是一个完整的东西。10万字很多欸，那是老师的目的吗？算是目标吧，一个小目标，就是我希望说我可以把它从头到尾至少写完，是完整的。而不是说这个故事只到一半。老师要写什么的小说？写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其实我最想写的是可能推理、犯罪之类的，这是我最想写的。真的，但是我觉得这太难了，很难。对啊，那个太难。对，你要想很多一些可能什么轨迹。人家发生的，然后他没想到的，然后他又反转再反转，怎么我以为凶手是他，结果怎么会是他？怎么又这样了？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对，这种看的时候很好看，但是你自己写，我就觉得好难哦。其实我觉得，对啊，要写这种情况的人，就是要想得很远，真的，或想得很深，没错，或就是开始写之前全部都要想好了，没错，而且还有就是，比较难的话是更好的挑战，会比较好玩，确实。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人物就是你小说里面的人物，你有没有办法让这个人物就是可能让大家很能带入、很有同理的那种感觉，就不会说你这个人物是离大家很远的，大家想说这是什么奇怪的人，或者是他做出来的事情是跟他的个性不符合，那你就觉得很怪，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小说难看。对对，你说的对。老师现在目前写的哪样？我其实这不太好说，但是我就是开了2个坑，算是开了2个坑，就是写了两本小说，里面的人物设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都没有写完，我都是大概写到3-4万字，或是5-6万字这样子。2个都是像这种推理的小说吗？没有，就是我是先练习写一般的而已，就是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老师另外一个在做游戏是做什么呢？这是我最好奇的。那个的话呢，是我已经
看很久了，我看了很多的资料，去查很多资料，然后我就在看，我到底要做游戏的话，我要用什么游戏引擎，什么 game engine， 然后我就一直想这个感觉不错，那个感觉也不错，一直到我最近下定决心想说，我不可以再想了，我再想下去，我再看下去，我再查下去，我什么东西都还是没有做。对，所以所以我后来就选了。对，有时候你就下定决心，然后开始做，不要想太深。对，因为他们只是工具而已。对，你一直找没什么用，真的。那我最后就是选了一个叫做 Godot 的游戏引擎，有人叫它 Godot， 有人叫它什么 Godot， 有很多人很多不同的念法。那我自己的话，我是习惯念 Godot。对，那这个对 Godot。那这个游戏引擎为什么我会选这个？是因为刚好前一阵子那时候 Unity 也是另外一个游戏引擎 Unity， 它本来也是免费的。那他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突然说他要开始收钱，但是他收钱很合理，就是使用的人付钱这件事情本是合理的，没错。但是它的吃相太难看，就是它有点像是说，不管是你现在开始做的，还是你以前开始用我们 Unity 的引擎的人，你全部都要收费，跟好像按什么安装数还是下载数，就是你越多人下载这个游戏，就算你是电脑下载一次，手机下载一次，或是平板下载一次，都算一次下载，那都要再收一次钱，所以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的？真的就是要去做那个游戏的人要付不是做游戏的人要付的，没错，但是他是会统计多少人下载，就是玩的人多少人下载，但是他的下载他也没办法说知道是你这个人，他只能看说几个装置，也就是说像是手机算一个，平板算一个，电脑算一个，这些都是不同的装置。那可是都是我同一个人玩的那如果我下载了3个地方，那我就要这个做游戏的人就要被收3次钱那就蛮不划算的。对啊，超不划算。对啊，所以就大家就开始觉得说，这样子不 OK。大家同意要付钱，但是觉得他这种付钱的方式、收钱的方式不 OK。对。那听说最近刚好就是前几天吧，然后他就说他取消了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已经被他取消了，但是大家已经被他吓死了，想说我之前都用 Unity， 因为之前是最多人用 Unity 在做游戏的，然后但是大家因为这件事情都被吓到，就开始说大家不想用 Unity， 然后结果大家都找到这个 Godot。为什么找到 Godot 呢？为什么大家开始改用 Godot 呢？因为 Godot 是免费的，然后又是像 Blender 一样是开源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用他们的这个引擎来做游戏，或者是你也可以用这个去自己再写一个自己的可能新的游戏引擎，或是把它写成别的东西都可以。对，这个就是开源的，就它的那个 code 是开放给大家去修改的。很好。对，很好。那老师做的游戏是做哪种游戏？因为我现在还在练习，所以我只能先做看别人的教学影片里面有什么样的，那我就去找我比较有兴趣的。那我现在做的是那个 2D platform， 就是2D 平台的那种跳跃游戏，有点像马里欧那个什么 Mario。对，有点像，就是我小时候超喜欢玩的，可是我玩的很烂。没关系，游戏就是玩的开心就好了嘛。对啊，玩的烂也没关系，你自己开心就好了。对，可是我小时候，我感觉我常常从小到大，就是我做一件事做不好，我就会很不爽。我也会，我也会，就是你像是可能数学一直算一算，不会就好烦很讨厌。算了，对，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其实这是个问题，可是我感觉我在玩游戏，我会这个想要赢的感觉就会比较夸张啦，比较强。对，然后所以特别要是我在玩游戏，要是我输1-2次就会不爽。我现在有比较好了，我之前跟姐姐玩就是玩卡的话，玩扑克牌，然后我在输，她去厕所就会开始换卡，然后我就会换我们的东西，看看让我可不可以赢。
之前都会作弊，可是我现在有变好一点了。我不会了，只是不爽而已。是多人游戏会比较想赢，还是说一个人玩的游戏也会比较想赢？我觉得多人游戏多人游戏正常，我也会这样，胜负欲比较强，会很想赢。对啊，怎么说 competitiveness？ 就是你会想要跟人家比赛。competitiveness 听起来应该是那个竞争心很强。竞争心，对，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听过，可是我又忘记了。你也可以说胜负欲很强，也可以。胜负欲很强的话是说你很想赢。对，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两个是有关系的。好，竞争，再一次竞争心很强。竞争心，然后另外一个是胜负欲，胜负就是胜就是赢，负就是输。胜负欲，欲是欲望的欲。对，老师现在拼起来我就感觉比较好记了，因为很多次我就会听到东西在中文，可是要是我感觉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词，我会完全忘记这个词。比如我刚刚听胜负欲，我没有就是把它连接到胜就是赢，然后负就是输，然后欲就是欲望的欲。所以对他们没有连在一起的话，我很容易就会忘记了。正常，英文我也是，像刚刚雨杰说对，我脑子里有那个声音，但是我会觉得好像不太确定到底后面是接什么。我觉得这是基本上学习的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习怎么把你之前知道的跟你新的资讯去把它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读书也要这么做。因为我这礼拜本来在考试，上礼拜啦，所以最近就是比较可是我发现很多同学们他们就会试着记住东西，可是他们会记的方法就是不太懂在发生什么，他们就会知道胜负欲这个词，可是不知道胜负欲是哪里来的词这样。你说有点像死记硬背吗？就是人家说什么，那我就记什么，那我也不管说这个字是哪里来的，这个字有什么意思。对，死记硬背。死记硬背。我没想到在哥斯达黎加的学生也会死记硬背，我以为死记硬背可能是大家可能因为在亚洲的话，普遍大家那个叫什么学习压力比较强，就是你要教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然后马上要考试，作业。所以我想说，可能是亚洲的学生比较容易出现死记硬背，但我没想到在哥斯达黎加的学生也有这个情况。我觉得看什么学生，因为其实很多学生们就会耍赖，然后他们就说没关系，我考的哪样都可以啦，只要是我就是可以过10年级，我就算了。然后对啊，可是很多次我们死记硬背的话的情况，就是我们之前在上课，我们没有在专心，然后像我上课都会睡着，可是我之后会回头，就是问 ChatGPT， 然后 ChatGPT 真的做天使，他是我的最爱，因为只有 ChatGPT 可以教我。老师，我在跟你说，我唯一就是考试考的比较好的，就是因为 ChatGPT。虽然我在上课没有哪一科啊？哪一个科目？全部都是用 ChatGPT 组的。哇新闻那我有读生物，然后化学。然后物理都是用 ChatGPT。你说叫 ChatGPT 教你是吗？对，不是完全叫他教我，可是我会给他看我现在正在读什么。比如我会给他看我的笔记，然后之后我会给他看我老师说我这个考卷里会进去什么，这叫 syllabus。就是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听过，可是当你开始上课，老师会大概给你丢一个文件，然后文件里就会给你说，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会看 A、B、C， 然后我们考卷里会有 A、B、C 主题，这样。syllabus。对，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
可是我们哥斯达黎加就是我感觉是有的，只是我不太确定雨杰说的是哪一种。就是我不确定雨杰你说的那个是可能老师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可能会跟大家说哦，我们这些课呢会上什么，会教什么，那大概的题目主题就在这里，是这个东西，还是说是考试之前，然后老师跟大家说哦，我们这次考试要考的就是这种，所以这几个算是这几个主题一定会考。但是他没有讲到很细说我会怎么考，他只是说我这几种一定会考。我觉得 syllabus 通常是比较那个，你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跟你说哦，我们会看到这个。可是其实我也有分2个，我就是老师考试之前，他也会跟我们说哦，这些一定会考，然后他也会跟我们说，上课一开始会跟我们说，会看到 ABC 主题。那如果是上课前的那个话，比较像是课程大纲或是教学大纲。课程大纲嘛，大纲就是说他讲个大概，就是大纲，就是要把他要教的东西说个大概的主题，这个就是大纲。然后课程大纲因为是通常都是跟这堂课有关的。那如果是教学大纲的话，就是从老师的角度出发，老师我要教学，所以从我的角度说，我会教这些。对，所以2个说法都可以。好，可是，对啊，我就是做课程大纲，然后教学大纲。教学是考卷的吗？还是？这2个就是这2个都是老师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或者是以后你可能上大学的时候，会变成说是你在选课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教学大纲。或是课程大纲，那你就可以想说，老师要教这些，那我要不要选这个课呢？知道了。对，老师我就是这么做，我会把我的笔记照下来，然后之后跟他说，我这个考卷里会出现 ABC，然后之后就跟他说，我想要你当我的 tutor，tutor 怎么说？就像private tutoring， 就是像当你没有在上课，可是你在学校外面叫一个老师来帮你学习东西，然后可能是去你家上课的吗？对，这个是家教。我跟他说我想要你当我的家教，然后就会给他传我的资料，然后之后他就会说 OK， 然后我就会问他问题，然后就会回答。很好可是就是你要设定你的 ChatGPT， 可是蛮简单的，顶多你可以把你的笔记丢上去，然后考卷上面会出现什么，他就会懂的。这样很方便呢。对啊，所以我感觉我现在2008出生，好方便哦，真的很好有 AI 了，就有人工智慧来帮我读。真的，因为雨杰你这样说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真的很可怜，因为我遇到一个，他是对很困难，而且我遇到一个老师，我很讨厌他，因为他就是教化学，他教化学还是教物理？好像是教物理的吧，教物理的。然后呢，他就每次上课他都念课本他就课本写什么他就念什么。我就想说，真的对，我上一次的学校，我之前学校也就是这样。然后你问他问题，老师这是什么？他就会拿出课本，然后给你念一样的，就是Oh my god！ 然后就感觉老师，我问你的话，我就是因为我不太懂课本。对啊，你怎么用？对啊，我重新。而且你要念课本的话，我自己看课本还比较快，我听你念干嘛？我就超级讨厌他的。然后那时候我也因为他，我根本学不会那个物理，我就放弃了。我的物理拜拜，化学拜拜，好好笑。可是真的物理，我觉得用课本而已读好难哦，因为物理就是像数学，可是要想得很深，因为它很仔细，然后特别是我们现在这间学校的老师啊，他在物理课啊，他很会要求东西所以他期限很高，然后之后他就会。他想你写答案的时候，全部都写完全
很完整的、很整理的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记得我上一次考试啊，我考的蛮不错的啊。然后我有考满分，可是我朋友啊，他考了77分。然后就很惊讶，因为我就说，你明明是跟我写一样的答案，就是我们2个考，然后我们就我这速度是1.17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考完试，我都会记住我们的答案，然后就是会有跟他比。但是结果他就考的比我差好多，差33分。然后我就你到底做了什么？因为我们答案是一样，然后结果是因为他到最后重新写答案的时候啊，他没有写速度是11.1这样子，他只是写11.1而已，就被扣分了。他没有写对，他没有写完全的句子，就是速度是11.1，然后他的我不知道啊，可是老师就觉得你没说清楚什么东西是11.1，对，然后扣分很多分，对，很恐怖。Oh my god， 真的很恐怖。可是我真的现在有人工智慧，我感觉很好，而且我也觉得现在我们的科技那么进步，很多人都没有用到，没有善用，对，没有善用，真的。对啊，